各位，出大事了啊！3月15号一大早，新中国联邦的创始人、享受正国际待遇的郭文贵啊，在纽约的曼哈顿豪宅里被 FBI 给带走了。新中国联邦的财政部长于建民现在也下落不明。你想想，新中国联邦立国到现在才不到3年，就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啊，这不可估量啊！我今天早上上新中国联邦的网站去看了一下，他们有自己的媒体啊，叫郭媒体啊，市值多少亿美金啊！但是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国父被捕，财政部长不知所踪，政治盟友都逃亡了啊，竟然没有报道。但是你想想，你们不报道，那老百姓就不知道了吗？那 BBC 这 CNN 都在连篇累牍的报道啊。那你新中国联邦还有那么多子民呢，还有那么多投资人呢，那怎么办呢？那现在肯定是乱成一团呐。我现在也不知道啊，这新中国联邦现在谁在主持工作，未来谁会是大总统啊？但是如果不能迅速稳定局面，我看这立国不到3年的新中国联邦就有可能灭国呀。我看了一下美国警察对郭文贵的指控啊，说他诈骗10亿美金，扣押的资产就有6.8亿美金，说他利用把这个公众的捐款搞在一起之后，购买豪宅，购买这个游艇啊。我看了一下他扣押的清单啊，挺有意思的啊，说手机就有100部，每一部手机都装了屏蔽器，放在那个保险柜里。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啊，就是这些电话平时你要打是打不通的，但是郭文贵想用的话，他把这个手机从屏蔽器里头拿出来给别人打能打得通。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搞100部手机啊。其次就是郭文贵的名字有7、8个，郭文贵啊，郭浩云呐，郭老七啊，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第三啊，我看了其他的扣押的清单，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啊。我觉得郭文贵啊，他是不是诈骗犯啊，还得最后得等法院的裁决。但他生活中也有可能被别人骗了，比如说他们家那地毯啊，100万美金买的。你想想，什么地毯100万美金呢？这沙特王室的那个地毯，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贵啊。反正他们家那地毯100万美金，我觉得大概率他也是被别人忽悠了。还有他那床垫，3.6万美金呢，一个床垫啊，是吧？当然，也许是我们这些人比较穷啊，没办法想象他过的那种奢华的生活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啊，郭文贵从2014年之后，应该说在海外华人群体中引起了滔天巨浪。但是啊，随着郭文贵被捕啊，应该说啊，这过去9年来，郭文贵啊这样的一个闹剧算是告一段落了。咱们今天就来聊聊郭文贵，聊聊郭文贵身边的这场闹剧。郭文贵啊，出生在河北的深县，他母亲呢生了8个孩子，8孩母亲呢，他排行老7，所以平时呢也被称之为7哥。他弟弟后来在一起案子中间跟别人发生冲突，被人砍死了，所以实际上他是他们家最小的一个孩子啊。郭文贵早年也是游手好闲啊，结交各种人呐，动不动也犯点事儿，最后就跑到了香港，在香港就认识了一个叫夏萍的女商人。夏萍呢就非常赏识郭文贵。郭文贵这人有一个特点，口才特别好。大家可以看 YouTube 上那个节目啊，有些人呢做 YouTube 啊，经常做不成，是吧？但是郭文贵为什么做的时候当时影响那么大呢？非常重要的原因，就郭文贵这个人说话很有感染力，这个你得承认啊。这种人其实在平时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见到，在饭局里基本上他讲话，别人你就没有插话的机会了。还有一点，他说起假话来，他脸不红心不跳。所以这个夏萍应该说是被郭文贵啊给忽悠住了。2个人呢就合资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公司，一开始呢做家具生意，后来呢就开始涉足房地产。没过多久，这夏萍就退出了，就郭文贵一个人开始做这家公司。当然也有人说啊，也有可能他的股份是别人代持的啊，因为想做一些非法的生意嘛。这个时候呢，他就引进了一个新的合伙人，这个合伙人就叫朱时茂啊，就是那个浓眉大眼的朱时茂，跟陈佩斯一起演小品的那个朱时茂。朱时茂就帮他介绍了一些北京政商圈子里一些比较重要的关系。后来他又认识了一个姓林的人，也帮他介绍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种政府背景的人吧。其中比较重要的关系就是国安系统的一些人。郭文贵后来之所以发迹，也之所以倒台，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识了这个国安系统的人。不久之后呢，他们在北京啊就看上了奥林匹克公园旁边的一块地啊，但是这块地呢又恰好被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当时呢以手下的人看中了，
刘志华也想要这块地，结果郭文贵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让当时这个国安系统的人呢，安排妓女去招待刘志华，并且把整个过程全给拍了下来。当年还没有光碟啊，他们录成录像带之后，就把这个录像带送给了中纪委。据说是胡锦涛看完之后勃然大怒啊，批示啊，刘志华立刻就被双规了。后来呢，因为受贿700万，后来被判了无期徒刑啊，还是20年，我记不清了啊。由此呢，郭文贵就拿下了这个地块，在北京开发了这个盘古大观。这盘古大观很有名啊，因为它就是在那北京的奥林匹克公园旁边嘛，那鸟巢旁边嘛。这个楼呢，我也去过，那里头号称是有北京最贵的自助餐，好像是600-700块钱一位啊。这楼顶上呢，他建了一大片四合院，当时据说是违背了北京市那容积率的规定啊。那些四合院他只租不卖，据说一天租金是100万人民币啊。然后这个应该说他在这房地产市场中间是赚了大钱。但是2014年的时候，他认识的关系比较铁的这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建出事了，然后呢，郭文贵又再次逃往国外。据说他这一次在逃往国外之后，就再也没回国了啊。那么2014年到2017年之间，他就辗转来到了美国。一开始呢，在曼哈顿那个地方买了一套豪宅，6000多万美金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是没多久呢，他在国内的资产就通通被冻结了，中国政府把他列为红通人员，那他就缺钱了。是吧？这郭文贵呢，这个是也没办法啊。后来国内的国安人员据说还到美国想把他弄回国内，然后在美国的机场啊，曾经跟美国的这个 FBI 的人还发生了对峙和冲突啊，差一点打起来在机场啊。郭文贵在2017年左右呢，就开始搞起了爆料革命。所谓爆料革命啊，就是他开始爆料这个共产党内部的一些高层消息啊，就跟后来的习下礼上老登搞的那一套差不多啊。但是郭文贵呢，跟老邓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他早年因为在国内的确跟一些政府高层有过来往，所以他早期爆料的内容啊，确实有60-70%是真的，涉及到这个王岐山啊、孟建柱啊、什么孙立军啊等等啊。而且他爆料还有一个特点，不但爆料这些人，跟那些海航之间的关系啊，还经常直奔下三路，就王岐山跟范冰冰上床啊什么之类的啊，等等吧，就这样的消息。那么这些消息爆完之后，在海外引起了这种风暴啊，有大量的海外的民运人士啊，还有一些媒体啊，把他奉若神明，因为觉得他知道中共的内部消息啊，所以呢，他在海外的影响力非常之大。我觉得郭文贵先生在我看起来，他确实是一个，我曾经给他很高的评价，从智力来讲、能量来讲非常强。这个是一开始露面，我说他是一个超级天才。后来经过几集访问几个月以后，我给予他一个旷世奇才这么一个说法。那么实际上，中国的官方内部、中国的商界、中国的一些学术界、思想界，跟我交谈的时候说，这个人物，不要说500年没有出现过，至少是1949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人物。在这个爆料革命之后，他又陆续的开始搞起了一个叫郭媒体的内容啊，自己成立一个郭媒体，是吧？让大家给他投资捐钱。然后他还把这个郭媒体啊，以4.几亿美金呢卖给了自己的这些信众啊。郭媒体搞完之后呢，他又成立了一个什么农场，让人给他投资这个农场，贷款完之后，贷款的钱还可以转化为郭媒体的这个普通股啊，就开始敛财。最后呢，他还发行一个叫洗币的东西啊，这洗币呢，也就是加密货币吗？这加密货币就是你要用美元，在他那个加密货币的网站里头啊。首先换成一个叫洗美元，这洗美元跟美金呢是1:1的稳定币，然后这洗美元再换成洗币，这洗币刚开始发行的时候啊，这个价格只有0.1美元，但是在2个月的时间内涨了270倍啊！但是这个洗币啊，只能他在自己的网站里交易，其他的地方不能交易。所以呢，很多人又讲啊，他这洗币啊，钱投进去就拿不出来。他搞完了这个洗币之后啊，他还搞了一个叫新中国联邦，就2020年6月4号的时候，你别说，人这日子选的还挺有特点的啊。我向大家要说一个事情，我在3年前说过，
我们一定要在3年内消灭共产党。3年内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证明了天佑我们爆料革命，共产党已经在死亡的路上。我曾经也许诺过，干不到共产党，我从我的18楼，我跳下去。现在我任务还没有完成，非常的抱歉，我还必须得灭共，我还不能从18楼跳下去。今天我们要用鲜血来证明捍卫我们这个宣言一定要得到实现。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今天用鲜血来证明我们可以。兄弟姐妹们，我用我的鲜血，我今天用手指，我不能用这个手指头，我用这个，我咬掉我的手指的鲜血，就是要证明给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我们未来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用我的鲜血来捍卫我们追求的法治、自由、有尊严、有体面的中国。他还写了一首歌叫《大倒共产党》，那新中国联邦还专门搞了自己的国旗啊。这国旗是7749颗星星，最中间有一颗比较大的星星。然后据说是7749还有很多讲究啊，说什么宇宙啊什么之间的什么浑圆呐、最终总而言之吧，就是这个新中国的联邦啊，国旗啊、国歌啊什么都有了。而且他们在那个曼哈顿那个办公室还说是自己的领事馆。然后呢，你看他们的网站上啊，他还给这个拜登写了一封公开信啊，底下郭文贵签名，表扬着拜登跟中国政府之间的斗争啊，还请来了那个足球的明星这个郝海东夫妇来替他来站台啊，宣言着新中国联邦的序言，搞得有模有样的啊。但是他这个新中国联邦成立之后呢，我看那东突厥斯坦呐那些国家对他不认可，因为这个新中国联邦好像是把他们都包括进去了啊。然后他们就认为他们其实并不属于这里面的，你要搞你自己搞，你不要包括我们。说他搞这个所谓的什么大国什么独裁啊什么等等的啊。但不管怎么说，说郭文贵当时搞的这个新中国联邦啊，在海外华人市场中间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很多人都把他寄希望于是跟共产党这个斗争过程中间的大救星，因为你想想，这不就是中国之外成立的一个所谓的流亡政府吗？那毕竟是有了组织啊，你过去都是零散的，是吧？你有了组织之后，有了钱之后，那跟共产党斗不就更容易了吗？是吧？但不管怎么说，现在警察调查的结果，这就是一个骗局。要我说呢，郭文贵啊，其实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他就是个骗子。你可以看一下他那爆料啊，其实他爆料过程中间到后期，尤其是到后期啊，基本上都是胡说八道。是吧？他讲的很多东西是破绽百出，有很多美国的主流网站也都揭露过。比如说，他说那个什么孙立军儿子的护照号啊，还有那个刘鑫的那个身份证号啊，都给搞错了，对吧？那连男女他都搞错了。然后后来呢，他爆料的过程中间，他不经常出示一些绝密文件吗？那国内的公安部还专门召开过新闻发布会，说他其实是联系了一个双胞胎兄弟。这个双胞胎兄弟呢叫陈世玉、陈世恒，这哥们俩呢，其中有一个人早年移民到加拿大，后来看到郭文贵爆料的时候啊，就开始给他写了一封文件。这份文件呢，就让国务院办公厅针对郭文贵的宣传策略的改变通知发给了郭文贵。郭文贵一看啊，这特别高兴，因为就觉得这哥们两个呢，其实这个伪造文件的能力还比较强，就主动跟他们联系了。于是就以4000美金每个月的价钱呢，把他们给雇了，而且还忽悠他们说，你将来要是搞好了，我给你们捐款5000万美元。于是这兄弟两个就死心塌地的给他干活。当他需要什么样的文件的时候，这兄弟俩就给他伪造。其中这陈世玉早年呢，在这个体制内干过，所以对这个行文呢、公文的书写规范有点了解。比如他需要朝鲜的，他就给他伪造一个涉嫌朝鲜的。他需要台湾的，他就伪造一个涉嫌台湾的；需要美国的，他就伪造一个涉嫌美国的，说什么何建峰23名国安人员赴美国执行公务的这么一个通知，其实都是这哥们俩伪造的。然后他们哥们俩在网上还查那公章，然后呢伪造一个萝卜章往上一盖，就给了郭文贵。
其实郭文贵都知道这是假的，但是呢，他无所谓啊，他就用这假的骗其他人呢。但是那些其他人呢，看到他拿的这个动不动就拿出国务院的这个文件，或者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文件，那对他就五体投地嘛。但其实你只要稍有判断力，你就知道这是假的。第二个就是他那个洗币呀，一看就是个骗局。你想想那加密货币啊，你不能在其他的网站交易，你只能在自己的网站交易。你想想是不是骗局啊？你只要是往里头存进钱去之后，很多人都讲了，验证码你永远也拿不到，而且你往出提的话，花5%的手续费。总而言之吧，就这种方式，他这些年啊，一共是陆陆续续骗了很多钱。但是很多人对他的追随啊，确实是挺狂热的，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被称之为蚂蚁帮嘛。然后最终现在警察其实调查的结果是，他其实拿了大量的钱都去自己用来挥霍去了，买游艇啊，买豪宅啊等等吧。那么现在郭文贵啊被关到监狱里头啊，现在警方不让他随便的出来保释，下一次开庭的时候呢，要4月4号，也就未来的几个星期啊，肯定要在监狱里待着了。就他现在如果要是保释的话，我估计保释金也会一大笔。郭文贵现在其实没多少钱了，他去年的时候，当时他还申请破产嘛，说他一共只有5到10万美元。虽然他的资产在公司里头啊，那有很多亿美金啊，但现在这些美金都被美国警方给扣押了，所以他要是说实在要保释的话，因为他涉嫌的案值比较高嘛，我个人判断啊，估计搞不好得1亿美金左右啊，或甚至以上，他掏不掏得出来这个钱就不清楚了啊。所以啊，这郭文贵应该说是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接下来我想说说啊，就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骗局，它就能够成呢？为什么很多人就会信呢？其实像我们从国内出来的人，一看郭文贵说的那3言2语，基本上就能判断出来，这就是个骗子。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就会信呢？我觉得大概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确实共产党的统治啊，在海外华人市场中间有很多人是非常非常讨厌的。所谓的天下苦秦久矣吧，就是觉得共产党这个专制独裁的统治一搞几十年，然后呢也没有办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只要有人喊反动口号，很多人就会支持。他们认为只要是反共的就是对的，就是自己人，然后呢就应该去想办法把这些的力量团结在一起。郭文贵其实就是利用人们这样的心理啊。所以你想想，这一个在国内他是跟共产党勾结在一起的这么一个腐败商人，到了美国之后摇身一变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反共斗士啊，民主斗士啊。你其实想一想，这逻辑挺荒诞的，但是很多人就信，就是很多人认为只要反共就可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共产党因为它体制本身它不透明，所以呢，其实它是政治决策过程中间它充满了黑箱，所以很多海外的人呢，对共产党的体系充满了一种叫信息饥渴症。他们认为那些洞悉共产党啊那个高层内部的人，他们往往啊能够满足他们这些所谓对国内信息的饥渴，尤其是很多海外的这些媒体啊，或者一般的人呢，因为他离开中国比较久了之后啊，他对国内的情况更不了解，所以这个时候有人给他们讲什么王岐山呐、孙立军呐、孟建柱啊，尤其是在带点花边直奔下三路的新闻啊，他们特别感兴趣，其实也满足了人性中间比较阴暗的那一幕。是吧？其实他那些爆料很多都是假的，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说那什么范冰冰跟王岐山上床的那个艳照，其实大家你调查一下，那是苹果那个电影中间的海报，他把它做了一个翻转就上去了。这么简单的骗术，很多人就信。为什么？它迎合了人们那种阴暗的心理，很多人宁愿信其有而不愿意信其无。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要我说，你说爆料革命有用吗？真的能推翻中共吗？很多人讲了，郭文贵他讲的不管是真是假，因为他爆料了嘛，他对中共形成了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在我看来，所谓的爆料革命对中共政权毫无作用。就是说，即便是他爆料的一开始啊有一点真的，最后他爆料的人倒了霉了，那也是迎合了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清洗呀，对整个共产党政权有什么威胁吗？没有啊。对不对？你就算是因为他爆料，有些人下台了，
对整个共产党的体制有什么伤害吗？在我看来也没有啊，因为共产党内部啊，说句心里话，他基于自己的统治，他也有这种整肃内部的需求啊，甚至你要是腐败的过分了，他也抓你啊。但是这个对整个共产党的体制来讲，它不矛盾不冲突啊。你不要认为共产党他所有的腐败分子他都包庇啊，他不是啊。你真要是腐败了，就像他当时拍了刘志华似的，那刘志华那不立刻就被抓起来了吗？所以就算爆料能够让某些人下台，对整个共产党的体制也是没有任何用的。更何况这种所谓后期的爆料，基本上陷入到那种老登席上礼下的那条路数去了，都是靠编瞎话，对共产党就根本没有任何这种所谓的伤害了。要我是共产党，郭文贵这种人其实是极大的帮助了共产党的统治。为什么？就是他把整个水都搅浑了，让海外这个华人市场中间就宁愿相信郭文贵的这样一种胡说八道造谣，然后呢，其实很多人就会认为那共产党的统治相对于他们来说还不错嘛，对吧？这是第3点。第4点，我觉得郭文贵被抓啊，也有一点积极价值啊。首先，在中国行骗的人到美国继续行骗，美国的法律也不会庇护他。过去有大量的中国的骗子从中国跑了之后就跑到美国去吗？中国的法律管不到他，中美之间又没有所谓的引渡协议，所以这些骗子到了美国之后就逍遥法外。但是你现在看到了吗？郭文贵这种人在美国继续行骗，美国的法律也会收拾他。这是第1点。第2点，郭文贵打着反共的口号啊，最终收割韭菜啊，也其实会让很多海外的华人最终清醒过来，就是以反共为目标，最后呢搞投资啊，搞什么加密货币啊，搞什么新中国联邦啊，所有这一切的真实目的，说白了并不是为了反共，而是为了敛财，为了欺骗，为了诈骗。那么他这样的一个故事告诉大家是什么？就是当我们看到有人说反共的时候，你要多一个心眼儿。当很多人说要成立什么新中国联邦，要带领大家一起去消灭共产党的时候，你也要警惕他最后真实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在我看来，海外华人市场通过郭文贵的骗局啊，应该自己成长起来，就是不要再用所谓的什么支持共产党、反对共产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标准去区分什么样的信息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信息是真正对我们有益的。我从国内出来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啊，我接受别的媒体采访的时候，我经常讲，我对反共不反共啊没兴趣，我对那种反共的政治活动啊更没兴趣。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啊，不要认为共产党的倒台啊，你只要通过什么个爆个料啊，搞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共产党一夜之间就垮了，不可能。而且即便通过那种方式共产党垮了哈，也许这个社会啊会带来一个更大的灾难性的后果。真正中华民族要向前发展，只有一条道，就是普通老百姓能够觉醒，他们能够获知真相。所以作为我们这些媒体人来说啊，应该放弃那种短期的急功近利的心理。作为我们普通的海外华人来说，也要放弃这种心理。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受那种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对于那些境内的老百姓，告诉他们真正的真相和真正的道理。如果我们都接受这样一种共识了，说实在的，像郭文贵这种骗子啊，也自然就没有市场了。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一定要在3年内消灭共产党。3年内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证明了天佑我们爆料革命，共产党已经在死亡的路上。我曾经也许诺过，干不到共产党，我从我的18楼我跳下去。现在我任务还没有完成，非常的抱歉，我还必须得灭共，我还不能从18楼跳下去。我今天我们要用鲜血来证明捍卫我们这个宣言一定要得到实现。我觉得郭文贵先生在我看起来，他确实是一个超级天才。后来经过几集访问几个月以后，我给予他一个旷世奇才这么一个说法。那么实际上中国的官方内部、中国的商界、中国的一些学术界、思想界跟我交谈的时候说，这个人物不要说500年没有出现过，至少是1949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人物。